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新北市议员卓冠廷，武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桃园市议员林涛，武哥好，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役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陶仁俊。大家好。好，那在上礼拜六啊，那礼拜六呢，同时发生两件事。当然，那一个是我们的副总统萧美琴，那直接去到了比利时，然后呢，在那个地方参加APEC一个会议。本来说是要视讯的，经过了很多的一些努力，好，这算是外交上一个大突破。而这整个过程中间有多少你不知道的一些内幕？当然，老共那个地方一定跳脚。你想想看，连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讲一个日本有事，台湾有事，日本呢可能会启动防卫机制，然后他们的驻大阪的领事都已经直接说要扭断脖子，类似像这样。那你看，更何况我们的现任副总统到那好，那可是这整个国际关系的，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困难的一环。但同时发生了另外一段，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去参加了一个秋季，那个秋季的内容呢，那当然在前两天，包括礼拜五、礼拜六，大家都在讨论说，里面是不是涉及到那时候国共内战的时候，那最高阶的共谍也是我们的一个宗教无实。好，那这些事情到现在一直被大家拿出来广泛一些讨论，这对于国内未来的政治，尤其是明年2026。一定是地方，包括直辖市啦、议员啦，所有的选举，更不要说到2028这些事情，相对之下会有什么样一些的影响？好，那当然，台风看起来凤凰呢，真的会直扑台湾，好吧？那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要做好防台准备。那至于放不放假，可是除了放假以外，更重要一点是，不管是花莲像光复啊，光复今天已经放假了，那因为又是堰塞湖的一些问题，所有这些只要到台风，大家都提高警觉，而政治人物在这又会是怎么样？好，那不过一开始，我们现在直接看一下。包括郑丽文，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参加这个秋季，先让你看一下相关的一些报道。来，两岸和解，国共和解，为政治受难者平反的这一条，我们必须走的大路。我认为我们应该纪念那些捍卫中华民国、保卫台湾、为中华民国牺牲奉献的前辈。我想吴石是共谍，不是政治受难者，这是蛮清楚的客观事实了。那甚至蔡正元博士也有提出蛮直接的一些评论。那我相信这些声音啊，郑丽文主席应该都听到了。好，那这个过程，那来关婷、林涛两位，这件事情在国内引起整个政治上的讨论非常大，因为毕竟大家讲的是共谍，那为什么会在郑丽文是说那是情报工作者，他是去祭拜的，他去祭拜呢，当然是说那时候有白色恐怖受难所有的人，那当然那吴石不是白色恐怖的受难，可是他是一个情报，可是我们就叫共谍，他叫情报工作者。冠廷是这所有这些为什么在国内引起这么大的一些波涛？不是因为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去纪念一个共谍，在台湾军阶最高的共谍铁证如山，徐蚌会战就是因为他把资料给老共，才几十万的国军整个死一片，这是完全历史上面铁铮铮的事实，而且被当时老共封为来台湾的间谍1号的吴石，这个时间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跑去纪念他。这当然会是引发轩然大波嘛。我先讲哦，这一件事情，因为吴石要被宣传这件事情是老共在今年的重点项目。我们看到这个相关团体邀请郑丽文去的团体，他发了采访通知，很明显的提到两件事。第一个，他提到老共央视的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去讲国共内战的历史，去讲吴石等等等，他的叫烈士。就义牺牲的历史现场，然后呢，包含去讲说这是要求和平与民族统一而遭牺牲。所以第一个，这个主办单位是把吴石视为烈士，不是共谍。第二个，他在邀请的内容当中呢，是很明确的去跟大家讲说这是白色恐怖的一个追思慰灵大会。好，这两件事我的解读是什么？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没有疑义的，就是中国国民党也承认有白色恐怖，白色恐怖当时杀了很多不该杀的人，然后呢，过去蒋介石被称为杀人魔，包括2.9万个政治事件，1.4万人受难，3000到4000个被处决，国民党也认同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事情是台湾一个进步的一个象征。可是他们包装在这个白色恐怖的框架底下，他去曲解了一件事情。
白色恐怖当时为什么大家讲白色恐怖？因为有非常多的无辜老百姓，本省籍、外省籍，被蒋介石这个杀人魔直接讲说你是共谍，被枪决、被处决，是假的共谍。可是今天去纪念的现场里面，包含宣传的主轴，包含大会的手册，都提到了无实，包含我们看到这相关的画面，在现场的这个纪念的名单当中，就是有无实在上面。无实是明确的被纪念的对象，那这东西当然犯了，不止不要讲我们民进党啦，国民党内很多人也非常不以为然嘛。蒋万安刚才讲的话还不够明确吗？要纪念的是这个保卫台湾的国军嘛，而不是共谍嘛。那这个无实以外，我觉得后来引发出很多轩然大波。第一个，国民党内我觉得当然有反思的声音。我先讲，我认为郑丽文后来有说，为什么？郑丽文知道事情大条，他后来郑丽文的讲法2个讲法。第一个讲法，他说我们去现场不是以无实为主角，那以前也没有无实，那我也不知道。那当然后来被吐槽说不对，人家彩通就明确这样讲啊，现场就有啊。所以郑丽文我认为他在说，包含蔡正元啊等等这些人出来讲的说法，也不认同他去纪念无实的这件事情。不过我要回来讲哦，包含陈玉珍等人，他们的讲法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荒谬。这是我接下去要花一点时间讲的。白色恐怖是台湾人不分党派的痛，国民党也因为白色恐怖，在过去在平反的过程当中，历史梳理的过程当中，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刚才讲了很多数字，我讲2个故事给大家听。今天国民党陈玉珍等人讲说，你们民进党，你们在讲228事件的时候，也一堆人是共谍。我讲这非常恶劣，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个事情。过去从白色228到白色恐怖时期，你共谍有2种。一种是铁证如山、无实这种，把资料大量的给共军，然后导致国军的溃败，导致国军一堆人在对岸被屠杀、被迫害，这是真的共谍。第二种就是被冠上共谍的名称，而因为你的思想，因为你的政治理念，然后就被套上共谍被杀掉。我举2个故事，一个是1949年，当时在山东有8000个师生，高中的学生。到澎湖，当时退到澎湖，这是当时的山东流亡学生案。这案子当时怎么样？到澎湖的时候，当时在澎湖的司令跟他们讲说：“好，你们来，我们就半训半教，就是说我一半训练，一半教育。”结果后来因为蒋介石在中国兵败如山倒，后来需要这一些8000个学生直接到前线，他强制想把这8000个学生全部把他抓去前线，校长反对，学生反对，老师反对。你知道蒋介石当时怎么做吗？蒋介石当时的做法就是你们这些人全部都共谍，最后5个人被枪决，100多个人被严刑拷打。在后来，我们的国史馆、我们的相关的这个平反的委员会，把这一些人做来平反，他们不是共谍，他们是被迫害的。第二个大家都知道了雷震案，雷震案当时因为他要创建相关的党派，有他的想法，结果雷震案的一堆人当中，后来被判刑当中直接讲说窝藏共谍，这根本不是共谍啊。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国民党今天你就好好面对，你们到底对于这个共谍的态度是什么？你就面对就好。你们主席到了现场去追思共谍的这件事情，你就跟大家讲清楚。那你们认知这一些我们被认为无实等人是不是共谍，就跟大家讲清楚就好。因为不要扯东扯一堆。那今天你不要想用这个无实的这个事件，然后去讲说那你们之前也都这个讲说白色恐怖啊，也一堆那个共谍啊，他把2件事情混在一起，我觉得是非常恶劣的。台湾人是很清楚知道的，我们有非常多的先贤，我们有非常多部分本省级跟外省级的，当时就是因为蒋介石他有基于种种理由，真的有屠杀有迫害，从李登辉、陈水扁一路到马英九，甚至蔡英文。我们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不分党派，把这些历史把它所梳理出来，还给这些人重新的名誉。因为你背上共谍一辈子，你的子子孙孙蒙羞。结果今天无实，这不是啊！我最后回来讲，你一堆人可以纪念。我看国民党现在有出来讲啊，郑丽文你去忠烈祠可以吗？你去纪念无实要干嘛？然后我还听到有一些人很扯，他说：“以前林长佐啊，时代力量的范云啊，那个时候在社民党的时候啊，你们也有去马场町啊。当时辜宽敏基金会办活动，然后去现场，然后去希望说不要有白色恐怖。马场町是什么？大家知道吗？马场町是刑场。什么叫刑场？现场有2种人被杀了，一种是罪证确凿的共谍啦，无实就是在现场被杀的啦；另外一种就是被污蔑、
卓安婷，因为我可能读个禁书，我卓安婷可能有不同的思想，我不认同老蒋，我就说你是共谍，就被抓去枪杀。所以只因为去马场町现场，然后就讲说，你们自己也认同共谍，这很荒谬、恶劣至极。所以我要讲国民党这件事情，我认为要有良知，你就告诉大家无实，你认为是不是共谍？共谍该不该纪念？当现在的历史都已经梳理完，确证最早的共谍该不该被纪念？讲清楚就好，不要扯那么多。来，林涛。基本上呢，我是中华民国派，所以所有对于国军的损伤，或是这些过去的共谍跟现在的共谍，我通通都不买单，我通通都予以谴责。那我们知道，你觉得无实就是共谍？无实一定是这个确凿的这样子的一个共谍，只是说在审判过程大家有不同意见，可是这没有办法移动它是共谍的事实，它本来就是一个军阶最高的共谍，这是历史的史实，不是你我可以去做任何的扭曲，只是说今天我们要不要去祭拜或者去追思这件事情。所以回到白色恐怖，我必须讲，白色恐怖其实国民党从马英九时代到现在，所有人都有很大的反省跟检讨。我觉得这是蓝绿白，这是台湾的社会的共识，我们都不应该发生过去这样的事情。可是我也要讲一下，刚才冠廷民进党过去其实看不到他们保卫什么中华民国的历史，过去的历史。像赖总统有时候缺那一块，缺那3年，然后打战也讲不出真正国军打战历史。现在要加国军的待遇，也没有要支持。所以我觉得现在，当然他们为了意识形态的政治攻防，要来保卫中华民国，我就觉得说 OK 好，那至少这是我们中华民国派嘛。我必须讲一件事情哦，郑主席他上任其实很短的时间，才2个礼拜，他荣获在办公室有一些判断可以更细致的地方。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看到现在的发言人牛许婷跟江宜臻有出来做说明。我觉得啦，其实郑主席就表达很清楚，他也不愿意追思无实啦。我们也看到现在的发言人牛许婷跟江宜臻有出来做说明。我觉得啦，其实郑主席就表达很清楚，他也不愿意追思无实啦。不愿意吗？不愿意。看起来是他说无实，他不是这一次的政治受难的内容嘛，所以我觉得他也不愿意追思无实啦。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发言人也可以很清楚讲出来，我们就是不愿意追思无实。他就是共谍嘛，对不对？我讲的很林涛，其实如果这样，因为你知道，这个是就是这个主办单位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的秘书处他们发的彩通，大家都是看这份彩通嘛，他可能这个彩通会发给所有的媒体，会发给国民党，会发给各政党，因为他这里面就刚刚冠廷有拿出来，这里头讲的，他的上面是写说50年代白色恐怖秋季追思慰灵大会，缅怀先烈，两岸同心，振兴中华。然后这一段开始，就是因为大陆不是有一个剧叫《沉默的荣耀》，就是无实嘛，然后就直接，然后包括王沪宁讲说叫大陆的人要去学无实的精神，这里面就在讲无实，然后后面就也在讲到无实的所有这些，就如果他不是要追思无实，其实这一场纪念活动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去？其实这个是那个时候就应该要考量。其实从礼拜5开始。这个声音其实就已经出来了，讲说这个纪念活动，当人家把无实就摆在那个地方，因为你看这个彩通就知道，其实与其到那个地方讲他是情报工作者，而且为什么变情报工作者？就间谍的间谍。对，情报工作者，好中性的一个名字，会不会变这样？其实5哥，我觉得可能他在有时候主席或主席办公室他不会看那么全面的，比如说脸书啦，或是彩通看那么细节，他可能看标题或什么。或有细致应该要小心的地方，可是我必须要回应一个事实，马场町确实是一个刑场，所以呢，在那边被枪决的人，从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各自代表不同的意义，所以我觉得郑主席在选择要去参加的话，要特别小心，因为每一个年代，它代表了，比如说共谍，还是他的台共，还是后面的这些自由主义，通通不同的意义，要小心。再来第2个部分哦，民进党自己在追思白色恐怖的时候。也没有搞清楚啦，常常追思到台共啦，谁嘛？常常追思到台共啦，在第一时，在当时候，当然啦，包括王世坚的父亲都一样，常常他们在追思这个台共的部分，都有自己涉入。
关铁，你可能这个还不了解这段历史，因为在上节目前，在上节目前，包括过去的基隆中学的事件，拍审返校，那也是台共嘛，民进党也在吹捧这个历史。我很持平在讲史实，因为上节目前我才重新看一段这个白色恐怖的史实。包括连王世坚他的父亲、他的家族，通通一样，所以不用吵这个，这是历史的史实。第三哦，没有这当然要吵。如果卓冠廷在讲到共谍的态度这么的大声，那请问民进党自己的总统府、外交、国安体系，通通是共谍，20万交保，抓起来啊！你们到底在这个过程中，把很多的资讯，包括赖总统过去当副总统的出访，萧美琴到捷克的这些内容，你们都没有做预警，让共谍上下其手，联合民进党中央、联合总统府，再做一个共谍资讯网。不见你们大小声哎，你扯远了，没有扯远，我们在讨论事情，这是现在发生的事情。国民党主席去纪念共谍，非常这是你们的态度是什么嘛？你又扯到说，哎呀，你们也抓到共谍了啊？对啊，抓到就抓到嘛。所以我觉得民进党的态度就是双标嘛。现在的共谍就是大家所愤怒的对象，为什么你们所有的公司都在养共谍呢？你们主席要去纪念。他已经说了，他不是追思务实嘛。现场所有的文件，现场所有的资料，现场所有的图片，现场的采通。你们就是要我去了，哎呀，我不知道，无实是共谍，这是毋庸置疑。他已经说他不是要去追思无实，我只是说民进党在评论这个态度的时候，包括他们过去对台共的追思，包括他们对于自己办公室里面养共谍，通通都不用讲。我刚才举这是民进党的态度啊！我刚才举的具体例子。你们国民党蒋介石时期把一堆人，刚才不是例子吗？把一堆人不是共谍的讲成是共谍，我刚才举例了，反的。基隆中学不是例子吗？就按你讲了，拍审返校不是例子吗？这不是我们拍的吗？民进党在吹捧什么嘛？拿起来攻击国民党，你们只要听到蒋家就开始攻击，你们根本不讨论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各自的。包括白色恐怖的意义在哪里？你们通通不讨论，先骂蒋介石，先骂蒋家，你们结束了。你刚才不是也说你们也检讨了吗？我没有检讨，我们是把所有的历史、几万个台湾人不该骂吗？白色恐怖的历史讲清楚。冤案不该骂吗？几千个台湾的年轻人直接被抓起来枪毙，不该骂吗？你还是回到一个意识形态的操作。不是意识形态嘛？我如果像你，你们的主席自己去参加白色恐怖慰灵大会，我都已经说了他不是追思无实。我是觉得发言人可以再讲一次，我们就是不是追思无实，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把它落幕。OK， 您这个问一下，在国民党内部，其实是不是有蛮多像你这样中华民国派，觉得为什么要去？那个人就是个共谍，然后为什么还要讲的这么中性化？什么情报工作者或者什么这些，这会不会担心影响到国民党在未来，尤其2026、2028这些？而我觉得，因为如果大家已经有这个讨论，希望他在论述的基调不要有让民进党见缝插针或是论述擦枪走火的可能。确实，我认为可能郑主席团队为了接下来的选战，大家也会看是不是走真正能够保卫中华民国派，或是保卫国军的角色。共谍就是共谍，那没有办法的，应该回到这个论述主轴来。OK， 来，我补充一下，无实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跟严重，是它是中国今年统战的大重点。央视拍了《沉默的荣耀》，他告诉大家要学识无实精神。而当中国王沪宁在各省宣布大家要不分省级、不分所有过去的立场，大家要缅怀无实精神跟追随无实精神的时候，台湾有团体出来跟大家纪念无实，发彩通把无实当重点。郑丽文身为台湾国会最大政党的党主席，现在去参加了，这事情才是讨论重点。林涛刚才要扯东扯西，我都尊重，这我们可以慢慢辩论。但是我要讲的是说，这个事情我们大家担心的点是配合中国的统战，因为无实在国民党的史纲，不要让我们提醒你们的党史嘛，你们自己的党史馆也无实里面他是什么样的角色，以前是怎么样认为说这样子的十恶不赦。那结果现在国民党的主席跑到现场去，后来还讲得这么中性，我觉得林涛讲很好啊。林涛如果你是发言人，你现在就出来这样讲啊。但我们看到发生到现在，国民党中央包括牛许婷、江丽珍等人是帮忙缓颊，而不是出来讲说我们深痛欲绝共谍，我们绝对不纪念无实。有像林涛刚才讲这样吗？党中央没有啊。所以我要回来讲，这是老共的大外宣。老共现在做什么事情？我跟大家讲恐怖的地方，老共现在要形塑一种精神。无实的精神是什么？就是你是我们共军的
间谍是未来会被平反的。你是共军的间谍，未来我们是会纪念你的。你是共军的间谍，你是壮烈牺牲的。他在扭转这整个历史，他在告诉台湾里面的很多人，你们以后如果有一天两岸发生什么状况的时候，你们应该要当我们的共谍。沉默的荣耀整部就是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吗？所以这件事情是不分敌我的。我非常谢谢林涛刚才对我们民进党很多过去史观啊我们的立场的指正。可是当面对老共要对我们的历史做错误的诠释，而且要去纪念无耻这件事情是上上下下一致的时候，我认为国民党有责任跟义务告诉大家，你们也拒绝这样做。我必须要很清楚的讲哈，其实刚才提到基隆中学案，但它很多历史的背景，包括那时候他是因为读了相关这个共产主义的思维而被清算。我们也觉得里面很多无辜的人，确实很多无辜的人。我只是说，民进党如果有一个共治就这样在洗，那你们面对自己的态度是什么？第一个，第二个呢？我很清楚的，不管我至少是国民党的新生代吧，我很清楚的讲，我们绝对不可能追思共谍，绝对不可能。去了啊，共谍当时候无实，你不是去了？你知道怎么样？它影响到我们出卖多少资讯，让我们国军受到多大的损伤，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我觉得今天郑主席已经澄清了，不愿意追思无实，我觉得这个论述应该持续的来宣传。来，中华民国备役少将。将军是一个在部队一直历练到现在是备役少将，看到所有这些，尤其是好吴石，还有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在国防部第3厅郭鲁圭，对，第3厅厅长，对，作战厅厅长，是这两个是最高阶的，这两个共谍把多少国军往死里面送？来，少将，我讲哈，大家知道一件事，当时中国国民党带着国民政府从中国大陆到台湾来，他们内部弥漫了一种什么，你知道吗？弥漫了一种所谓的信仰摇摆，立场不明，所以才要抓匪谍啊。如果大家都是支持国民政府、支持国民党，没有匪谍的问题，因为当时里面交错的很多敌我不分，很多共产党渗透到国民党阵营里面来，他在里面当的官还不小哦。中将、少将，甚至还有很多是跟在老蒋身边的人，所以当时就陷入一种所谓的怀疑、渗透跟不忠诚，所以才会抓匪谍嘛。因为抓匪谍好不好抓？匪谍不好抓，不会写在头上匪谍。如果吴石头上写匪谍，早就被抓了。所以老蒋抓吴石有没有错？一点错都没有，该抓他就是匪谍。所以讲他共谍叫抬举他，那时候叫共匪，叫匪谍了。所以抓他是对的，可是因为为了抓吴石，牵扯到了很多不是匪谍的人，那些人才叫做白色恐怖。我根本不是嘛，我就效忠国家，这没办法，我是吴石的部属，就跟着他走，最后我变匪谍，这叫冤狱，之前叫匪谍。所以我说，国民党现在面临的这个吴石的状况，很明白就表达嘛，发言人就出来直接讲，吴石就是匪谍，他就是害死国民党的人，所以我们不会再去。如果这个主办单位再有吴石，国民党跟这个活动完全绝缘，再也不去，这样不多棒？所以我们不会再去。如果这个主办单位再有吴石，国民党跟这个活动完全绝缘，再也不去，这样不多棒？郑丽文呢要先表达歉意吗？针对这一次可能是个误会。即使被骗还是要道歉。妈妈做错事还是要道歉嘛，对不对？不是这样子的吗？那你是国民党党主席，是全部国民党里面的头，你即使被骗了也要道歉嘛，就是被骗了嘛。那我讲，如果这场追思这么重要，为什么前主席朱立伦不去，江启臣不去，吴敦义不去，马英九不去，就郑丽文去？他最睿智，他最聪明，他最了不起？没有啦。我相信郑丽文没有比前面任何一个主席了不起了。当郑丽文就直接跟你讲说，好，我就不讲说，他说那个彩通里的那个资讯邀请资讯里面没有这一段，这个是一块。另外，他也特别提到，那他没有要追思。刚才林涛也讲，他包括发言出来讲，他没有要追思吴石，他不是政治受难者，他是被交付任务的情报工作者。我这个应该是原文吧？对，他是怀有任务的情报工作者。是用这样子能够缓颊他自己参加这一场吗？不行，我告诉大家，对于国民党来讲，吴石就是匪谍。他是让国民党从这个所谓的
徐蚌会战，一路输到台湾来，的重要的匪谍人物。这因为我们泄露了多少？为什么徐蚌会战，国民党集中，共产党会分散包围？那不是无私告诉你的吗？我要集中，所以我来包围嘛。所以他是害国民党大败的坏蛋。那可是他对于共产党来讲不得了，劣势。如果徐蚌会战没有吴石这一帮人把老蒋右手批的计划，左手毛泽东拿到，你认为共产党会打得这么顺利吗？当时国民党在徐蚌会战100万人决战，想想看，100万人决战呢，怎么输的？你的行动敌人清清楚楚，敌人的行动你搞不清楚，那怎么打？我们带兵打仗的人，敌人把我的作战计划，我左边是重点，右边是右边是仰攻，你都搞得清清楚楚，我打你的仰攻，我骗你的重点，不就赢了吗？重点就在于我没有办法预知对敌人要怎么打嘛。可是老共知道，老共为什么知道？吴石嘛，这一票人把老蒋的所有作战计划全部给老毛了，所以老毛变成兵神呢，什么都懂，老蒋变笨蛋。所以你说他恨不恨吴石？恨死了，恨死吴石了。所以当时本来在台湾的时候，还有一部分，因为吴石毕竟做到中将，他有一票部属，还试着帮他求情。老蒋批什么你知道吗？痛彻心扉，就地枪决，就是毙了，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这个事情对于国民政府当时那个心中的恨到什么程度？那你当一个国民党现任的党主席，你至少去了解一下，当年国民党从中国过来的时候，到底有哪些事情不能碰？那你都不问，你的旁边这一群这个幕僚都不懂，不可能吧？不可能。将军最起码旁边这好，你讲说好，譬如牛煦庭，譬如说江启臣，这些总是政治选举要出身的人嘛，是。也就是说，你选举出身人对地方民意或这些应该都要了解，那应该知道这样的一个去到现场的追思，然后对于未来最近的就是2026这一仗，现在包括在高雄，邱莹他们已经直接打出来说，如果要投给柯志恩，就是投给郑丽文，就是投给什么要支持共谍，类似像这样的词。当这一路往下去，不要说南部本来就是绿营比较占优势的地方，北部看起来对国民党也会变得不利啊。因为毕竟刚才他这2位发言人都是年轻世代，都算国民党算年轻世代。他对于国民党从中国1949年过来到吴石事情发生，不见得那么了解。他们是新世代的战将。可是国民党的支持者绝大多数是有年纪。对，这样我再讲一次，你可以说他们太年轻不了解这些历史，可是从礼拜5开始，有多少的媒体上面都在讲这件事了？所以大家都在跟你讲吴石是共谍，以国民党主席，国民党国内最大在野党主席适合去吗？黄国昌都直接跟你说他就是共谍。他就差没说板上钉钉就是这个样的事，就是个客观事实啊。国民党内部有几个事情是不能挑战的，第一个2蒋不能挑战，2蒋是国民党的精神象征，不能挑战。那2蒋决定的事情，老蒋尤其是老蒋，他批定的枪毙的家伙叫做吴石，这个人绝对是坏蛋。那这件事情呢是信仰的问题，是国民党信仰的问题。国民党信仰就是中华民国嘛，中华民国林涛也是中华民国派。那可是吴石的任务是什么？消灭中华民国，击溃国民党。那这还不够吗？那你身为一个国民党主席，当然破口大骂啊！你被骗了，居然去拿那个花圈去拜这个人，那个墙上是有他的照片跟名字，你应该破口大骂。为什么？你知道，这是核心价值。因为这一个人，他说他是和平统一的先行者，他的和平统一是什么？是赤化，是共产主义要来赤化整个国家，包含消灭中华民国，包含吃掉国民党。所以你是国民党主席，这就是你的敌人啊，没有模糊空间，没有什么国共和解，没有国共和解。如果在当年老蒋的时候，你喊喊看，你喊喊看，你就变到墙上了。我跟你讲，你喊我国共和解，我们不要打仗，你就变成下一个烈士，把你枪毙掉了。所以我才说，在中华民国的视角里，尤其在中华民国派的视角里，吴石是背叛军人，背叛国军。背叛国民党，背叛中华民国，不折不扣的大匪谍。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史里，他是不折不扣的烈士。他是不折不扣中国共产党拿下中国大陆的重要工程。那你怎么能为了要国共和解，去跟共产党去
吹捧这个人，好，你不吹捧也好，至少批判一下。所以我是说哈，国民党内部你看蔡正元也有声音了，厉正杰也有声音了，他们对这件事情他们觉得不可思议，你不能说，更不能做，所以我才说郑丽文刚刚上任党主席没有多久吧，他做了很多历任党主席都不敢做的事，包含这一件事。所以我才说，如果未来他没有做方向的路线的修正，2026真的支持蒋万安就是支持郑丽文，完蛋了，真的完蛋了。因为我们在2018年选举的时候，就有人用这种方式，把马英九跟他同框，他告他，那你想想看，马英九的破坏力跟郑丽文的破坏力谁大？郑丽文大太多了。来，同样是军旅出来的任君。为什么刚才在讲那个时候，你的表情一脸狐疑？然后你觉得这整件事情，包括大家讲了，媒体上有说，是不是连郑丽文或是说国民党有一些金主也会觉得，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怎么可能会出现这样？如果这些报道属实的话，对于他们来讲的话，恐怕不只是台面上大家要选战的时候，会不会面临到选票的问题啊？如果要真的就是有一些有经济实力的人愿意挺你打仗，总是要有银弹，要有所有人脉，这些都要有。如果连这些人都有意见的话，那还得了？现在就传出来说，当时支持郑丽文的 CK 杨也抱怨了很多了啊。那当然 CK 杨从来没有站在媒体的面前去讲说他对于政治的主张或是想法跟立场，国民党对他应该比较熟悉了。那我认为这个当然因为披露这些事情呢，包含这段时间像这个蔡正元然后像这个张亚中的重要幕僚何启胜，对这些事情都有些批判而且批判的字眼都蛮重的。张亚中就是张亚中校长已经是大家觉得他是属于比较统派型，是。可是显然他们都觉得，我主张在台湾是这样，你要主张独立，要主张统一，要什么？我觉得这是台湾最可贵的地方。是。可是即便是张亚中校长，他们都觉得说，不是这个人就是共谍嘛？你怎么可以告诉我说，在现在等于是把整个历史给把它翻过来？这个当然，现在有一些这个喜欢郑丽文的，帮郑丽文在辩护的人讲说那个牌子也不是郑丽文弄上去的嘛，那个致死都在那个地方那他就去应邀出席但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大家刚刚听林涛的说法，我如果有误解你要赶快纠正我不然我怕你被我扣上帽子我认为林涛也不认同郑丽文去这个场合，他不会大声讲，但是他心里。没有，他现在可以反驳我嘛？他现在是这样想的，因为他现在坐我旁边嘛，我认为林涛也不认同郑丽文应该出席这个场合，所以林涛刚刚后来指责民进党的那一大段，其实大可不必，因为对国民党来讲，郑丽文出席这个场合就是不 OK 的，就是不 OK 的，因为今天去现场的人是郑丽文嘛，那你把他导到说什么什么的，那我们就回来看嘛，我觉得对一般民众来讲，什么叫做政治受难者？很简单，是一般的民众。我没有任何的权利，没有任何的这个武器，没有办法任何的这样，只因为在当年旧国民党时期，我帮你讲清楚旧国民党时期旧的国民党他认为说你今天危及到我的这个统治权，你危及到我认为的国家跟社会的安定，我就直接给你扣一个帽子，直接带走，这个叫做政治受难者。吴石为什么被大家质疑？因为他不符合这个条件，他是握有军权的人他是握有军权的。刚刚主持人说这个郑丽文，他国民党还有人帮他解释说他是被交付任务的情报工作者，那我就讲嘛，2次大战纳粹那一些人哪一个不是被交付任务？那一些屠杀的人哪一个不是被交付任务？他今天能够美化自己说对不起，我当年只是被交付任务后来为什么全世界把这些人当战犯？因为很简单嘛，你被交付任务是一件事，是你做了选择。他不是一个手无寸铁的人他握有军权那个怎么会是一个情报工作者呢？所以说，当国民党，我必须讲郑丽文或许他真的在当下搞不清楚。接到了一看如果是政治受难者一听就觉得对，我们去，因为你后来看郑丽文的一部分的说法，说这个叫做化解，我希望这个以后这个大家不要再这样子。我觉得如果针对所谓那些手无寸铁被旧国民党时期扣上帽子的人他也希望国民党道歉。可是当今天郑丽文很清楚的知道争议不是这一群，而是所谓那个当中国给他们带上了叫做烈士。当中国讲说大家应该去学习他们的精神的时候，郑丽文很清楚的知道争议点就在这4个人的身上。
讲说大家应该去学习他们的精神的时候，郑丽文很清楚的知道争议点就在这4个人的身上，特别是50嘛，因为50我官最高嘛，对不对？那还要再狡辩什么？我其实不能理解。如果第一时间郑丽文是被这个叫做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因为发邀请的是他们嘛。他们还有会长那一天致辞啊，你真的去看他那一天致辞的内容，他就是一直在强调中国人怎么样，就是中国怎么样。那我突然看完他的那个致辞内容，我觉得他蛮符合郑丽文的痛调啊。郑丽文不是也讲说，自豪自己当成中国人或什么的，所以。今天国民党在这里为什么一大堆的这个国民党几个？你说蔡正元，你刚刚讲说这个张亚中嘛，对不对？张亚中被认为说他的立场是比较对中国是友善嘛，对不对？统派的。那蔡正元会对中国不友善吗？也不会啊。过往的言论，他基本上我认为，他因为他也常上对岸的节目嘛，人家常常也会剪他的带子来说。连他都觉得说，如果你今天这样子的话，你等于干脆说中国国民投降党好了。国民党不回应，国民党认为这件事情不重要。国民党认为说，我是要化解误会，这不是误会啊，他不是一般的受难者。所以我老实讲，我不能我也不去追究，就是说当时为什么说今天那个碑上面大家有谁的名字或什么的。可是当今天大家告诉你说问题点出在这里的时候，我比较惊讶看到的是，国民党现在的党中央在整体的回应上面是如此的脆弱。还有人讲说，这个郑丽文啊，他是一个大是大非、敢负起责任的人，那也是个退将也是你们那个退将啊，跟我无关。不是，他讲说这是很有勇气、有大智慧，我不太懂这跟大智慧有什么关系？国民党当时啊有一个退将叫做吴思怀，吴思怀跑到对岸去的时候呢，就坐在那个地方人民大会，然后呢，人家开始鼓掌，他就鼓掌；人家坐着，他就坐着；人家讲话，看旁边点头，我就跟着点头。后来被骂翻了，他们当时怎么说？我们去的时候也不知道啊，他们到了那边才知道说，原来要进去听人家讲话，听习近平讲话，我才知道要听他讲话，讲完之后就算我们客随主便。大家讲说你去那边被人家统战，他们怎么说你知道吗？什么统战？不是他统战我们，我是去统战他们。你回来看看当时的这种诡辩，你再回来看看国民党现在面对这个争议，我不认为国民党不清楚。社会在谈论这件事情，我不要去批评说他那个协会，因为他这一次办的这个协会，老实讲现场100多人啊，也没到很多啦他们当时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协会，你知道吗？他们那个时候就是讲说，你那个228啦、白色恐怖这些人后来都被认为说是反国民党的，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认为跟中国更好。他们本来成立的宗旨是这一个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有很多东西这个网站，国民党一定清楚。这个网站叫做逆风的乌鸦，好，林涛一定知道后面在操盘的人是谁，他对国民党算极度友善吧，连他都去翻说，你今天这一个所谓的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协会，他真正要做的是什么？他要转同是认同充满希望对人民大众的红色祖国。里面所有的连逆风的乌鸦都觉得，你这个网站去找一找，你就知道这个互助会，它真正是在讲所谓的政治受难吗？没有，它是政治团体。最后4个字叫做国民党掰。这是国民党自己本身的一个非常亲国民党的网站都这样做了。范老师，您长期以来研究两岸这些，刚才其实冠廷讲了一段让你会觉得细思极恐的是，因为现在是王沪宁，媒体上面报道，因为老公不是秋天，这个彩通也讲，今年秋天电视剧《沉默的荣耀》是对岸了那老公他们推出这主要就在讲吴石嘛，王沪宁也到每个地方去都讲说要大家学吴石精神。冠廷刚言论讲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刚好在这个节骨眼上，那我们这边也有人就办了这个，也是吴石，会不会是？当然，先讲一个前提，在场大概没有人会不希望两岸如果能够和平相处，那大家两岸能够交流，应该是大家都觉得 OK。可是没有什么尊卑之间，或是谁要吃掉谁的问题。但是如果要是把这些全部都摆在这，冠廷的意思是说，是在告诉某一些人，如果两岸真的大家最不乐见的，真的发生什么状况，你们也有可能最多以后叫烈士，
然后圣祸可以平反，类似像这样的冠廷刚刚讲的意思。但范老师，如果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单纯只是一个要不要那个人明明是共谍，你为什么叫他叫什么名字的问题啊？其实我真的觉得哈，我常觉得中国的对台工作真的是蛮奇怪的。他们搞这一出到底目的是什么？是希望台湾人看到了这样子，哇，我们深受无实感动，然后我们国军的这个中将，然后就决定起义啦，或者愿意配合中国的这样做法吗？我觉得他们的想法很阿 Q 啦，就我真的觉得两岸现在越差越远，是彼此的思维已经完全不同了。但是他做这些事情，从他们的角度，从中国的角度，我们要从他们内部的宣传是有效果的。他们并不寄望台湾人会因为看到这个感动，因为台湾人看到会觉得很无聊嘛，很阿 Q。现在我们的国军怎么可能有这种高将领呢？但他主要是他什么？他内部宣传，就是我们要再造另外一个吴石，所以其实就他那个是有铺陈的。你说为什么这个时候？吴石是1950年6月10号在马场町被枪毙的，到现在为止。已经70几年了嘛，75年了，而且时间上6月10号距离也没什么纪念性啊。但从中国来讲，他就是要对他们内部，就是说，你看，我们事实上是要培养下一个吴石，而且我解放军有能力。我们知道这个，当然我们这吴石不算是我们这个国军就是说叛变的这个所谓的唯一一个，虽然他是位军阶最高的，但是其中我们也知道，在马英九时期有一道罗贤哲，罗贤哲是少将，陆军的这个。通信电子资讯处处长，他是少将，这个在情报上叫什么？我们叫做一个是打入，一个是拉出。像罗贤哲这种叫拉出，你是从里面被拉出。像这个吴石叫什么？叫打入，就是我本来就是共谍，我进去里面，藏身在里面，所以这个东西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啊。那从中国来讲，就是说他们要形塑，就是说我们早就台湾的国军啊。早就有像吴石这样的人了，就我们已经打进去了。甚至就是说有一些像这个，他可能他从念军校，他就已经被我们培植了。从进中正预校，从进那个陆军官校，然后从少尉开始，我们就打进去了。然后一步步，他现在已经是少将或中将，他在给中国做这种宣传了。但事实上，我觉得不太可能的。为什么？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保防系统不可能这么白目吧？都升到中将了，还有这样子潜伏吗？那当初吴石是因为兵荒马乱，他在中国就被吸收了。所以刚刚谈到像淮海会这个徐蚌会战，他们叫淮海战役，我们叫徐蚌会战。对。所以那个跟现在情况不一样，那时候兵荒马乱，来台湾的军人到底什么背景都搞不清楚了。所以我觉得中国就拿这个好，那你像他在这叫沉默的荣耀，他这个照片是吴石哦，他说信仰智慧哦，沉稳。儒雅哈，但是我只要你找对象，那个头发要相同，因为吴石头发很短啊，短的3分头啊，没有这么茂密啦，而且有点老师，那不是你要注意的重点，你的重点是在于那个头发下面的，智慧的，对，就是思维逻辑，还有那个意识形态那一块，我只看头发上面了，对，看它的深层所以说你看这个他国可是你看中国其实还是在吃台湾豆腐哦，他国防部。用个冒号什么意思？就是台湾没有国防部，所以中华民国1949年我不承认嘛，所以打个冒号。好，那我觉得中国其实在就像他们之前在谈什么东西，叫做北平模式，就是傅作义，也就是当时是北平的这个司令官嘛，被他的女儿傅东给策划了，或者有人叫傅东局，然后他就开了这个北平城门嘛，然后让这个北平就和平解放。你看后来中国一直在谈一个北平模式哦，针对台湾，他意思也是一样，怎么样？你国军就开城门，让解放军进来。那所以他现在讲了这个，我是觉得这个都是他们有点是为他们自己在宣传，我们很厉害啦，我们都打进国军里面了，那国军是无法这个对抗我们的共军的就制造一种投降主义。可是我觉得国民党为什么今天很尴尬？因为我觉得郑丽文已经踩到那个红线，他不是白色恐怖，因为白色恐怖有些说什么我是看马克思主义啦，我是信仰，那是思想犯，那个是没有着手执行吴石不但着手执行，还2只手都是血。我们这个最后这个淮海战役的时候。徐蚌会战，我们国军死多少人啊？
次不但左手执行，还2只手都是血。我们最后这个淮海战役的时候，徐蚌会战，我们国军死多少人啊？多少将领，多少眷属，多少小孩子变孤儿？在我这个国共内战3大战役啊，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大概是淮海战役。然后我们说这个就是徐蚌会战啊，最惨的就是徐蚌会战。如果徐蚌会战当时没有输的话，蒋介石不会来台。是，所以对蒋介石来讲，前面2个战役还 OK， 但这个战役最危险。因为刚刚讲过嘛，胡琏将军的后代还在啊，我了解还在哦。是啊。邱金泉、黄百韬将军的后代也在啊，他们怎么做？对啊，今天你纪凌莲，你担任国民党副主席，你怎么看这个事情？你作为黄复兴党部的这个主委，你怎么看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国民党有个说法，这个郑丽文说他是情报工作者，他哪里情报？他叛国者，他叛国的战犯，多严重的事情！结果呢？国民党现在没有，就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他这个组织叫什么？叫做台湾地区政治受难者互助会。为什么讲个台湾地区？对啊，就矮化你嘛，你是地区，你不是国家。这个组织完全就是中国一手在支持的嘛。你看他们那些活动，全部讲的是什么？两岸一家亲，捐弃成见，走向统一，讲出这些东西啊。所以我觉得。我今天问林涛，今天如果党主席朱立伦，他会去吗？当然不可能，他不可能去嘛。你今天郑丽文你不去，你找一个什么主任，什么大陆事务部主任去，大家大家会骂一下，算了。你郑丽文你是主席你3个副主席，不止4个副主席，你叫副主席去吧？为什么你自己亲自去？你到底有什么样的压力？大家想知道。OK， 是什么压力逼着你？然后这个时候为什么这个中共的这个政协主席针对31个省市自治区，王沪宁要讲说我们要学习吴石精神，效法吴石。我们现在担心的是你那个压力是来自于什么地方逼着你？我不相信他不知道这个的严重性。我想这个是碰触红线，这个连国民党的正蓝军都不能接受的，连国军的袍泽都不能接受的。所以我真的觉得今天这个事情，然后。现在那个东西，如果他的软肋被拉住的话，他到底会把国民党带去哪里？OK， 明年是国共论坛20周年，他是不是已经规划了，他就要去北京跟习近平握手了？那国民党难怪连陈学圣都说嘛，那国民党明年怎么选县市长？我真的觉得他现在已经糟践啊，然后国民党没有人控制他，这个也是很麻烦的事情，而且我认为他正在配合对岸。在做这样的安排，对啊，林涛要不要先回应这一段？对，武哥，其实武哥刚才在提到胡琏将军，我是感受很深。第11师国民革命军第18军，现在在新店，它有一个胡琏将军纪念馆。我曾经这个馆的馆长送给我2个小杯子、小茶杯，翻过来是中华民国的国旗。那种大家的对中华民国保卫的感动，那是没有办法做任何的转移的，任何史实都不应该被掩灭。所以我只想要补充一件事情哦，你如果说过去白色恐怖，你就说台共或有大家争议，有一些是真的是无辜的，真的是或有争议。可是这一位吴石哦，他跟台湾没有关系，他是中共派过来的匪谍。这没有任何论述空间的，所以我的结论是这样子：因为党中央已经对外讲了，他们澄清不愿意追师吴石，所以我们就讲得清楚，吴石绝对是共匪，这没有讨论的空间。然后第二个，郑丽文主席应该不愿意追师吴石这件事情，其实党中央的发言系统可以一直重复的对外说明。来，慧珍，现在看起来定调就是这样，就是他们要追师吴石。而且呢，党中央刚才讲说，那这一部分呢，他们只是为了政治受难什么什么的，那吴石用比较中性的那个名词 ，OK？那这样子，如果现在就定调在这个地方，对明年2028会有什么样一些的影响？对国内的政治上面来，因为现在包括国民党里面有很多人都直接讲，那明年怎么选？我刚不是讲，最起码在高雄，邱颖直接喊，如果票投柯志恩，就是力挺郑丽文，已经把这些画上等号了，未来他们怎么办？我其实很讶异国民党这么的和平，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觉得郑丽文这一举哦，你刚刚看他拜对不对？
他是认贼作父，杀父仇人，不是说真的是杀他爸爸，而是我们中华民国有多少的将军，多少的家庭，多少的军人，多少人数百万的人从中国逃到台湾来，不是就是因为打输那一场徐汇吗？徐蚌会战，徐蚌会战对，然后不是就是因为有这50的人在这边把这个军情都卖了吗？那你爸爸怎么会来台湾呢？不是就跟李明将军也因为打败了之后跑到云南去，然后台湾来的吗？你为什么会变台湾人呢？不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人吗？你应该永远跟这样子的人为敌耶。结果你今天参加纪念他的场合，你配合老共，然后你要知道当他被中共定为是烈士的情况之下，他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匪谍。当你今天那个国民党的党主席去祭拜匪谍，去祭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烈士，你把蒋中正的神主牌都烧嘞。如果你今天是祭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烈士，那蒋中正是什么？蒋匪，不是吗？吴石是烈士，蒋中正就是蒋匪。所以你要蒋万安怎么回？所以蒋万安只能够回说，大家应该要纪念的是那个捍卫中华民国的人啊，什么什么这些。我如果是蒋万安的一些亲友，我就直接骂他说不孝。我补充一点，那个当时蒋介石下野之后啊，李宗仁跑去跟中共谈判，中共提出条件，第一个条件，蒋介石列为战犯，对，全国得逮之得诛之。谁来负责这个工作？后来就是吴石嘛，他就是要把蒋介石抓回北京去审判啊，不就是如此吗？好，补充完毕。对，所以我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耶，今天这个国民党的神主牌都被烧了，刚刚不是讲嘛，有几个东西不能挑战的嘛，就两蒋嘛。对不对？然后这个反共已经被挑战了，但两蒋不能挑战，很主要的一个重点是，你知道我有一些这个就是国民党的，他爸爸是老军什么来台湾的，他就说其实他们就会觉得现在讲真的啦，国民党真的这个蒋中正真的杀了很多人，而且是无辜的人，但是他的妈妈或者是他的爸爸都会跟他讲说，你不能这样讲，因为你在台湾的家人就只有蒋中正，其他每次讲的时候，我有一些朋友失去我是台湾人，但我怎么那么感动？因为他有时候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讲说，你不要每次都讲外省人，然后我就说，我的意思是，你们是从中国来的，他就很不高兴，他就会说，我们到底要到几代，我们才会被认为是台湾人？不好意思，我怎么那么感动？因为我会觉得，就是说，今天不管你是中华民国派，你中华民国台湾派，你是台湾派，那么都没有关系，关起来都没有关系。可是你不可以认贼作父，有多少人的生命在那一场战役当中死掉？那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今天就要稀里呼噜的，然后就变成把这个所谓的神主牌都烧了，然后你觉得没有关系，你就一句说，我们不是纪念他。可是你要知道，在国际上怎么看这件事情？你现在已经没有中华民国啦，你就国共就合在一起啦，内战结束啦。不然的话，怎么可能在野党最大的党主席会去祭拜你的敌人呢？那蒋中正已经变成是所谓的蒋匪嘞。我觉得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比如说蔡正元这些人，我都很难想象我跟他的立场突然会瞬间变成一致。但是因为我觉得，虽然蒋中正对我这种人来讲，我觉得他是坏人，他杀人如麻，可是你不可讳言，他对非常多的就是跟他来台湾的这些所谓的他的那个军眷们来讲，他是唯一的亲人，或者是说跟另外那一对岸有连结的人。就今天他竟然一个党主席，他之前包括这个所谓的什么诞辰纪念日，他也没有去拜啊。就他第一个拜人竟然是这个吴石，所以你就会让人家觉得说，现在不仅就是说这个郑丽文已经成功的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把国民党给上市了，就是借壳上市了。甚至你知道吗？我都觉得这个整个国民党感觉上好像已经
对于如果是我一定就翻桌，你怎么可以挑战我们这样的一个？就看起来你看如此的温和，这个不要说不只是叛国啦，我觉得叛党都不为过。不过这还有同样有一篇报道，我不知道林涛可不可以证实，因为也是国民党的前一个中央党部的一个党工，他出来讲说，就在这几天，有国父孙中山的外曾子。将军是他的外曾孙吗？外曾孙啊，外曾孙，这是丁宇偷出来的哦。或者他说，花个1分钟见一下。对，那个外曾孙说希望能够来求见，那个国民党的新任主席。对，然后没有碰到，没有空，吃了闭门羹。这不是我说，这是丁宇说的。他说吃了闭门羹，郑主席却有1个小时的时间去祭拜无实。你知道这个反差太大了吧？我觉得任何一个党主席，如果是国父的曾外孙要来，我觉得应该不会拒绝吧？那个你知道那个在我们好了，你说传统那叫封建思维，那个叫做正统的概念。对，所以正统概念，因为国民党大家都讲嘛，国父孙中山开始这样建立中华民国，国民党也是国父建立的，他是创党的嘛。那个对，那个是一个所谓的正统的概念的那种。好，你说封建也好，你说什么都好，但是它就是有象征意义啦。这就是国民党的核心价值，是嘛？这个孙中山的曾外孙或者外曾孙都一定会见。不要说孙中山，我告诉你，我在当党部主委的时候，张灵甫将军的儿子说要跟我吃个饭，我说排除万难优先。大学长开玩笑，张灵甫名将啊。我说排除万难，一定跟他吃饭。那你想想看，党主席，这是你们创党的亲人呢，你没有时间1分钟。刚讲张灵甫将军战死的那个孟良崮战役，我都在想里面会不会有共谍，因为你把他的部队是非常精锐的部队，可是你好，我这样讲，你把坦克车派到山上去。那个石头堆怎么打？对，连我不是学军事的我都知道，你怎么可能把坦克车派到石头堆里面去打仗？张灵甫就在那战死，那是老蒋手下第1战将，最精锐的一个师，就最精锐一个师，就这样整个没有。然后包括旁边该救援的、该来的，反正说该来的都没来，反正到最后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共谍，但你听这种就是将军，这很奇怪，对不对？怎么会把最精锐的装甲的全部摆在那个石头堆里打仗？我跟他儿子吃饭的时候，他儿子就把这段叙述给我听，你知道，到后来张灵甫将军的骨骸啊，到现在还在某一个养牛圈户下面，还没有拿出来。他不同意你挖。那他们现在所成立的那个是衣冠冢，真正的骨骸在养牛养羊户下面呢。所以你知道吗？国民党当时跟共产党的对抗，不是你一句说国共和解就能和解的。如果当时能放下，蒋中正是笨蛋吗？老蒋是笨蛋吗？那是信念的不一样，那是制度的不同。如果当时他放下了国共和解，我们现在全部都是共产主义。那你想想看，这怎么能够轻易和解？所以我才讲，不见孙文的后人，却要去祭拜无实，这点郑丽文真的要讲清楚了。因为我是中山学人呐，中山奖学金。OK， 那我觉得我们当然希望如果有机会可以见，可是我觉得丁宇这个有一点武断呐，因为搞不好是行程，或是说大家根本就搭不上，就是搭不上。对，也许那一天他搞不好有一些，因为现在。一个党主席要就任，真的是每一天每一个时段都是很紧密的，所以我觉得他把这2件事直接搭配是有一点过于武断。OK， 大家看到好，那当然对郑丽文主席来讲的话，那当然他有强调，他不是要去祭拜无实，然后同时呢是为了政治受难，那大家都应该要朝向和解的角度，类似像这些。可是就讲，因为在1个礼拜6同时发生的一些事情，萧美琴副总统到了比利时去参加 IPEC 的一个会议，因为当然你看到媒体上有一篇报道，就是台湾整个国际外交，来冠廷，我先让你看一下，因为萧美琴总统到那个地方去访问的时候，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画面，让大家先看一下，来。来，冠廷是，这当然是中华民国是台湾外交的大突破。我觉得这是不分政党，就大家应该是给政府，就是无论要不要给掌声，但是我认为心理上面是认为说这是一个突破，给予支持啦。为什么？因为现任的副总统踏上欧洲议会，然后在这边IPEC 邀请，然后进行演讲。我要讲的是说这一次的过程其实非常非常的艰辛的。首先先讲就是说我们知道有5个官员，其实在国际上面的行走。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之后，其实就非常的难。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国防部长、外交部长，那尤其是副总统这个层级非常非常敏感。今天
到了比利时，首先他要不要让你出境？入境，跟着要不要让你入境？入境完了之后，包含后来谢志伟大使有抛出相关的照片跟影片有释出，就是他们的这个警方是有开道跟护送，代表什么意思？比利时政府知道。第二个，到了欧洲议会里面 ，IPEC 邀请 ，IPEC 当时邀请是这样，透过 IPEC 正式跟这个我们的谢志伟大使的大使馆这边进行邀请，后来呈报回来外交部，然后林佳龙部长跟赖清德总统报告，中途报吴志忠次长很多人。中间的沟通作业跟努力，突破重重的难关。我先第一个讲哦，这过程当中，老共有没有想要阻挠？其实，在萧美琴副总统要过去的前1周多的时间，我事后去问了一些外交部的朋友，其实在整个外交圈传出个消息，就是老共已经知道了，老共去给了欧盟各国给了压力，可是我觉得这一次很庆幸跟雀跃的一件事情是。过往其实我们都有非常多台湾，无论是民意代表或者是官员要出访，老共知道之后去阻挠。以往的状况是这样，其他国家非友邦当接到老共的压力之后，是会过来跟我们讲，你们要考虑一下，虽然你们有受 IPEC 邀请啊，是不是不要过来？对。但这一次完全相反，这一次的状况是，各国知道这个消息，外交圈知道这个消息之后，给台湾的 feedback 是有没有什么我们能帮忙？我觉得有时候福祸相依。欧洲各国会觉得老共不要太过头，为什么？就在1年多前，当时萧美琴副总统还没有就任，到捷克那一次，引发出了一个假车祸，然后呢，想要进行追撞跟碰撞的事件。这个事情其实是触碰到了欧洲各国他们自己独立自主、民主、自由的一个邀请客人来的一个逆鳞呐。所以这次你看到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警察保护啊等等，其实也是因为老共过头了嘛。第二个。其实萧美琴副总统在演讲过程当中沟通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觉得台湾跟这一些自由民主的国家大概有共同的理念跟价值。其实前一阵子有几个朋友挑战我说：“哎呀，我们台湾中华民国几十年来，我们也有自由跟民主的理念价值啊，为什么以前卖不动？现在我们告诉大家这理念，大家会接受。其实就是因为俄乌战争，俄国侵略乌克兰之后，所有东欧各国大家开始会紧张嘛，下一个我可能变下一个国家。对，第三个我要讲，这过程当中很多。环节非常非常不容易。我举例，萧美琴副总统要到现场前，我们有先遣部队、先遣的这个外交人员，飞机准备要降落比利时的机场的时候，突然当地在机场违规一群无人机升空，迫使整个机场封闭。当时的那个他们相关的那个飞机就不让你降落，然后还思考说我们要不要去备援机场等等，然后最后好险是在地的官方有帮忙排除掉之后，才让顺利降落。就这个事情是突破非常非常多环节，然后再来就是这次做到的其实就保密啦，保密到就是最后2周，这个萧美琴副总统他得到的资讯都还是视讯。那为什么？我会跟大家讲这过程，就是其实等欧洲这边。我们的外交人员跟每一个环节全部开绿灯，开完之后，然后最后因为很谢谢，这是赖总统全力支持，赖总统给的指示就是一定要想办法，既然对方有这邀请，我们要让萧美琴副总统可以顺利的代表国家去。最后就是全部都绿灯开完之后，确定可以，然后赖总统拍板，好，这样都排除了 OK， 然后才就是副总统这边就让他知道确定也可以，就是亲自前往。那最后一个我要讲就是这个事情，我也是呼吁国民党朋友，我看这次国民党其实相对在回应这些事情也稍微比较理性。那为什么网络上面会有，就是总统府还要跑去报警？对啊，这个然后说什么要花80亿的欧元，然后才能够换得上面的，所以总统府说是谣言，然后还要跑去报警这件事情。对，这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出来？所以先讲当时第一时间这个讯息出来之后。网络上就很明显的有一群网军，假账号，这个已经都被起底了。我那天很有趣，我 po 这一个文章说是凌晨快1点，照讲台湾人看的人都很少了，底下一堆简体字没有脸的，然后下面就酸言酸语讲一堆有的没有的事情。那后来我跟你讲的，这是一个网友，他在网络上面 po 说，我们这次是花了80亿的美金，然后呢，而且说是法国 BBC 报道，不 BBC 是英国的嘛，这是荒谬。可是这个事情我觉得恐怖的地方在哪里？这个事情 po 完之后，总统府决定报警。
报警之后，这一个当事人他还在他的网络上面直接讲说：“妈，我上电视了。”意思就是说很引以为傲。可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是谁教育他的，就这个东西是要吃官司的。大家知道80亿欧元是什么意思吗？2000多亿的台币。你当中华民国国民党的立委、民众党的立委都死光了，我们编2000多亿预算，然后立法院完全不知道，这怎么可能？所以这是假的讯息。我最后回来讲，我认为这是这样。这个事情，国民党，我常常讲到今天为止，我觉得国民党的回应相对是比较克制的，包含所以有一些酸言酸语啊什么。可是我觉得整体还是认为这国家为什么国民党终有一天他们要拼执政嘛？外交是一棒接一棒。可是我很不开心的事情是黄国昌啊，黄国昌的那个酸言酸语到了，黄国昌怎么回？黄瑜说：“哎呀，这个不忍苛责，有借到场地，不，这是国家的大事。我们能够让我们中华民国的副总统站上这样子的一个欧洲议会上面，然后对几十个欧洲的议员进行演说，很不简单。为什么？我们出访其实这些官员大概3个层级。第一个层次是可不可以让你入境 ？OK。第二个层次可不可以有公开的活动？第3个层次是公开演说。这次是做到公开演说，那当然是外交的一个大突破嘛。我觉得这是中华民国的好事，也是大事，大家应该支持。来呢？这个呢，我一直很鼓励台湾跟这个欧洲国家大家有一个民主的互动，一些交流，这绝对是好事。我们跟德国的 CDU 也保持非常好的关系。可是真的在这个安排过程中，真的有一些怪事啦。真的有一些怪事啦，什么怪事？第一个传出萧美琴最后一刻才知道，有什么机密到外交人员通通已经部件，而且就像冠廷讲，好像有先遣部队去，所有的人在运作，就只有萧美琴被蒙在鼓里。两周前，这其实不符合惯例啦，因为副总统自己要去演说的，结果自己被蒙在鼓里，最后一刻说我给你去。我觉得这蛮怪的，2周，我觉得这蛮怪，2周也怪，2周，所以前面保密到家，没有，你看，我看你容我拍，你容我打个岔，这个事情最高机密，连外交部内部都非常少人知道，连驻比利时代表处也都最少人知道，保密到这个事情，老公为什么后来跳脚？你看老公后来声明很有趣，我觉得这是国家的好事。老公后来声明讲说，我们知道之后没有去阻止，为什么？因为老公有要掉脑袋的，这个事情是保密到我们连我讲白了。我也不知道，没有几个人知道。那最后一刻什么时候让萧副总统知道？确定可以去了，就2周前，确定可以去，就让副总统知道可以去。所以这个事情不要见缝插针，这是好事，这是好事。有时候林佳龙的事吴钊燮也不知道啦，吴钊燮的事林佳龙也不知道。这不用见缝插针啊，国安跟外交这是合作无间啊。这个组织是没必要这样见缝插针。长期的反陆的组织，好，那这些议员也是对中政策立场是这个对中国比较这个驳斥的，比较这个愤怒的。那他其实2024年在台湾举办过，那这一次其实这也是事实，就是 IPEC 借欧洲议会的场地给萧美琴演讲，议长同意，不是欧洲议会正式的邀萧美琴。我觉得有一说一，我前面已经讲，他能够跟欧洲国家有任何民主的交流曝光都是好事。可是这些内容不需要大外宣，成这样子，每一次都是哇突破，每一次民进党的外交的事情前面一定写个3个字大突破。我觉得好事，但不要过人家会觉得说大突破就多了。你觉得是不是突破？来第3，我觉得是好事，但没有那么大的突破。第3呢，其实今天有一个评论出来，叫做是不是民进党的外交从亲美转贴欧啦？好，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评论，我不置可否。可是有一件事情真的让我们看到民进党对于美国川普政府的局限。我说的这件事情，如果今天是用在美国身上，又拿美国来操作，那中国大陆大家各自有各自的不同的立场，国务院一定跳出来，又跳起来了，不要拿我跟美国的关系来做一个你自己的大内宣。AIT 也会有意见，国务院也有意见，可是今天欧洲还好啦，欧洲对于情治跟这种台湾要玩这种新闻 OK， 我只是说好事不要多了变很奇怪的事情。范老师，我们要讨论的不是米格牌跟米格鲁，就局限在，因为老共一直都有战狼外交，而那个战狼那时候我记得最有名的是法国大使卢沙野，但是现在看起来日本驻大阪，他们在驻大阪的那个领事看起来不遑多让，他是直接针对高市早苗人家的总理、人家的首相发表，那包括台湾有事，日本可能会考虑要调动发动自卫权利啊什么的，他直接说类似我们讲斩首的那种。
对，我觉得中国现在真是战狼外交哈，连大使的名字都要符合战狼。哦，真的吗？卢沙野，薛剑，你看，不是见红就是见红就是见血嘛，对不对？都快杀了，所以这个名字要取得好。会不会是艺名呢？外交官要取艺名，不容易，还要看笔画了哈。习近平帮你看笔画，对。他讲的就是说要对这个高市早苗这个就是扭断脖子嘛。不是，我是觉得中国现在这个外交部过去我必须要讲，你看那个中国外交官，我们都觉得第一个温文儒雅，因为我们知道能够考进中国的公务员里面，跟我们台湾一样最难考的，这个待遇最好的就是外交官。所以以前那个中国北京要1外，就北京第一外国语大学还有2外。通常只有1外才能进得去，2外就是像通常是日文这种少数语系，像王毅就是2外，那能够进外交部，为什么？第一个，你外派的薪水就很高啊，你外派你不能太低他也要跑掉了，可能你看你外派到那边去怎么生活啦？对啦，生活还有可能被利诱啊，对啊，可能被你看连北韩的那个外交官的待遇都因为什么？外交官会互相比较嘛，他们说外交的场合会你拿多少钱，我拿多少钱，会比较啊，所以你待遇不能差。第二个。你在国外不敢穿要撑头啊，服装什么各方面啊表现，但是我觉得你看之前那个像那个王毅啊，当那个王毅是少数这个，因为中国的外交部长很少是这个驻日的，都以驻美为主。唐家璇是一个，另外就是王毅，因为王毅那个头发哇抹得油油亮亮。你又在讲头发了，因为我你自己没有就缺什么补什么嘛。然后那个西装绝对不会穿大1号的，很合身贴身然后穿着打扮一定会弄领巾。就那个就王毅就是那个都是非常标准，日本人都喜欢。以前之前他当驻大使，日本人很喜欢他。可是现在为什么变战狼？因为习近平嘛，上有好者，下必生焉嘛。所以你看现在连薛剑。你在日本，现在日本的这个对中国的人这个厌恶度已经高到不得了我们然后现在薛剑还说对高市早苗要用这种斩首的行为，所以大家会觉得不文明嘛。过去那种温文儒雅的中国外交官现在不在了，每个都是看起来就是喊打喊杀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中国的外交来讲是相当不利的。那刚刚讲了为什么我们现在在欧洲，我们可以另辟蹊径。OK， 我觉得就是因为刚刚冠廷讲俄乌战争的确是没错。我觉得甚至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萧美琴回来之后，蔡英文去德国，所以现在这些欧洲国家不怕中国了嘛。特别是他们这些国家现在跟中国的经贸关系大不如前嘛。你说德国以前卖给中国什么宾士双 B。现在中国自己的这小米汽车都销到欧洲去了，所以我觉得中欧关系的那个已经是回不去了，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机会。OK， 所以我觉得今天国民党不要再唱衰了啦。我看还有一些有个什么翁履中这个什么德州什么这个的州立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说什么萧美琴是被偷渡进去的，怎么可能偷渡？偷渡还有警车开导？不可能嘛。对，偷渡应该是被警察押解才对啊，不应该是帮他开路嘛。你看，连我们的这个驻德国的这个大使，他也跟这些警察合照，对不对？就那张，对，就是那一张嘛。对，他现在应该是驻我们的这个欧盟大使谢志伟嘛，谢教授，现在是我们东吴的。他这样把那个图蓝色不太好看，应该贴个笑脸。对，贴个笑脸，这个要纠正一下。但是我比较担心是中国现在驻那个比利时大使可能很麻烦。接下来要换人，可能会步向那个之前秦刚的后尘了。对，还有秦刚的话，你看现在被抓了嘛，会不会也被抓？所以我觉得中国外交官现在是4个字：危险行业。现在看起来的话，好，那这是国人，大家你看到在上礼拜6发生的一些政治上面一些氛围，可是这些尤其中间有一些没干。任俊，你这样讲好了。黄昌问到他说无实，他就说那就他是共谍。这是客观的事实，然后国民党也有很多人有这样一件事。显然黄鸿昌好，他说他要选新北，你要选，我们就因为什么把这件事情一直嘎着，包括2026或什么，因为你要选举的人要跟台湾主流的民意基本上总是要比较相符吧。你现在看起来的话，那好，如果真的这样讲，当他会讲的这些，一方面当然就是这是客观事实，另外一方面他也闻到民意的一些味道，或是新北市长这一仗。因为这2天有网络民调，是那网络民调这样看起来的话，好啦，最起码
因为白银已经直接说，明年3月如果大家还没有一些什么，包括要合作的机制啊或什么，那黄国昌不排除那就选到底。那也有蓝营的一些朋友就直接讲说，这是个大警讯。如果要是真的这样的话，那新北搞不好也会丢掉，会这样吗？您刚刚讲的就是说，最近这几天有一个民调了，特别是针对这个2026的新北市市长的选战嘛啊。那你从这个民调上面可以看得到，他如果是对比在李四川的部分，苏巧慧，然后这个李四川跟所谓的黄国昌3个人在萨卡都的状态之下，你看苏巧慧拿到38%的支持，李四川是35.1%，那这个里面大概落差将近2%左右。那黄国昌呢维持在10%上下。你看苏巧慧拿到38%的支持，李四川是35.1%，那这个里面大概落差将近2%左右。那黄国昌呢维持在10%上下。那其实10%我觉得对黄国昌来讲合理啦。民众党自己本身如果像这个一般普遍性常在做，每个月都在做固定式的民调啊，像正传媒在做，你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他大概都有14-15%上下差不多左右的支持度，所以黄国昌在这个里面，他如果争取这个代表民众党去出现的话，那我认为合理。可是就有人认为说黄国昌这个就是极具关键的10%，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嘛，李四川跟苏巧慧之间的这个落差，如果在10%之内，两者如果合作。那按照所有的票数都能够相加起来的理想概念的话，那你就是大赢嘛啊！所以我看到有一些民众党，而且这份网络民调，苏巧慧是赢的，是赢的，然后川博是第二，大概差个3%左右，3%上下，差不多输3%嘛。那所以如果黄国昌的这个10%进来。就是加进来的话，加在一起来，很有可能这个非绿阵营会赢过绿营。你有没有发现我的用字变了？叫做非绿阵营会胜过绿营。谁说一定是这个蓝白合作？民众党一定想要白蓝嘛？就你国民党来依附到我这边来嘛？所以我会跟他讲，就是说最理想的状态，他们就觉得说，那你35.1再加上所谓的10%，这样加起来就45%嘛。那只是这个，如果按照他们的算数的加减，这45%是李四川拿走，还是黄国昌拿走？其实你如果仔细看黄国昌那一天针对新北市市长的说法是什么？他说他现在还要争取代表民众党参选新北市市长的这个他不变。我讲实话啊，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因为那一段话叫做他要争取代表民众党参选新北市长。请问有谁会跟你争嘛？应该没有。就民众党，你要代表民众党参选这件事情，你为什么这时候你突然提出的叫做你会争取代表民众党参选？因为能不能选是你家自己决定的，只有一个柯文哲愿不让你选。我认为其实到目前为止，可能对黄国昌来讲，他还没有一个把握是柯文哲一定会说好啊，那就你黄国昌去。为什么？你光看选举的议题的这件事情上面。其实都是黄国昌自己在讲，我还很少看到有就是说，好，你如果3亿把他讲，他是自己愿意出征啊，好，自己愿意出征嘛，上阵。因为上一次国民党内这个有想要争取位置，就吴敦义嘛，那吴敦义那时候，但是因为他是立法委员，要争那个不分区，所以被骂翻嘛啊。可是你说黄国昌他现在跟大家讲说，他希望能够代表民众党参选，我认为如果从文字上的解读，代表这件事情还没有到定案，还没有到定案，所以它的变数会在民众党内。OK， 再来就是说，这个的所谓的10%，当然对国民党来讲，我现在单纯就数字讲数字了啊。这个10%对他来讲一定很重要。如果理论上面2个整合之后这个票过来，但是在政治学理上有一个更重要的叫做弃保。叫做弃保。也就是我坚持，我如果真的到萨卡都的时候，但真的大家都进来，因为这个票这一边的看起来不太会有异动嘛。OK， 唯一会有移动的这些嘛。可是如果今天3边的大家参选的时候，你觉得是这一边人会弃保掉他跑去这里，还是这边人会弃保掉跑到这里来？因为大前提叫做什么？叫做不要让绿营执政。好，我认为到最后蓝白到最后各自操作的一定是这个。那你要操作这一个，因为你现在就一直在喊嘛，你们最高的指导员，其实这个口号对国民党是有利的。当然，
就是我最高原则就是要下架民进党的这件事情，不要让民进党在新北执政，不要让民进党在中央执政。当他这个口号一直不断的打的时候，其实对民众党来讲，民众党要想清楚，大跟小在这个口号里面，通常是小的被弃掉的可能性比较大。你说哦，因为大的就觉得对，所以我们把大的再分一点过去那边，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选举里面，老实讲啊，真正发挥弃保的时候，这种几率跟效果会有多高？林涛，为什么黄鸿昌要去找赵尚？可能刚好有时间，中午餐也很好啊。对啊，大家在野呢便当会多了解，而且说真的，他们说他这个不吃白饭，因为在做一个饮控啦。那我觉得吃一些菜啊肉的健康便当，大家多聊都很好。今天黄国昌可能未来也会见很多这个蓝营的好朋友，这个赵少康董事长也会跟很多白营的好朋友互动，我觉得很好有空就多聊啦啊，可能看每一个人行程安排的时间。OK， 就是这样。对，很单纯的就是吃个午餐。那他们也把他们内容，比如说本人好瘦，已经太瘦了啊。那他们对于两岸局势，见面真的就聊这个公共政策，我觉得也许有一点点味道，就是说，也许2026接下来多席次要开跑的时候。也许黄国昌主席有一些地方的小鸡也觉得，那战斗蓝如果考虑，也可以一起来竞选或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味道。OK， 冠廷，你们对于新北这一仗，胜或未来蓝白河这一仗，你们觉得一定都会是蓝白河这样往下走？我觉得黄国昌确实是最大变数。现在当然民进党我们的选策会已经确定，就是会跟中执会来推荐苏巧慧，那看起来就是苏巧慧委员会替民进党扛下新北这一仗。那对手国民党来讲，现在看起来可能是2选1啦。民调最高、声势最高的是李四川，但他现在因为还在台北市当副市长，那如果他不是副市长，他在新北会不会得到侯友宜的行政团队的全力支持？现在是一个问号。那刘荷兰看来现在还没放弃，刘荷兰这几天也就是po一些影片嘛，也在想办法要抢曝光，看起来不是刘荷兰就是李四川。那黄国昌我已经激他激半年了，发现没有用我现在决定不激他了。就是我一直讲说，如果黄国昌选到底啊，我就那个公开跟他致歉，然后他都不理我。好，你们要选到底。好，为什么？黄国昌现在其实2件事啦。第一件事情是他当然还是有一个想象，就是说有没有可能他冲看民调起来之后，国民党有可能跟他整合，让给他选，他当然是最想要这个选择。可是主客观因素，我们问所有新北的国民党的大头们，你说议长有可能吗？你说各个立委有可能吗？这些议员有可能吗？看来没有人会想要让黄国昌选。所以黄国昌他现在会面对一个抉择，是他选的意义剩一件事情。如果国民党跟黄国昌都选，我不太相信黄国昌民调会超过李四川。那黄国昌选的意义就剩一件事，就是他的新北的议员们会因此受到拉抬。黄国昌，我先跟大家讲有一个变化跟之前不一样是，民众党这次在新北的提名可能会远远超过大家想象。以我的选区土树山鹰为例，现在民众党有时候要选的人就超过2人，而且他们还要拼初选，国民党有一位现任议员的儿子，现在也确定要批民众党的战袍，然后呢，本来民众党在那边有服务处的主任，所以他们已经讲说他们要拼初选的，就是民众党会大量提名，议员。那黄国昌会不会为了要让他议员席次增加而选到底？我觉得值得看。可是黄国昌我们也知道嘛，这几年来大家的观察，就是他也没这么大公无私，跟为这个党，他想的是他自己啦。所以我觉得还是值得观察。我还是那句话，你要我赌黄国昌会选到底，我还是赌他不会。黄国昌只要选到底，我还是公开在节目跟他道歉。OK， 好。可是因为这从上礼拜一直到现在，慧珍是让全国大家瞠目结舌的是太子集团，对，陈志他们这件事情。当然你很难讲，我不知道他那个30部跑车，有人真的看过像同样的跑车吗？在现实生活。没有，那个其中那个什么山猪王是不是？对啊，只有一辆啊，亚洲只有一辆。好，那如果对，那我们大家就看他的照片好了。反正看了那些照片，然后你说那个像那个豪宅，一口气买11户。对。现在大家在问的是另外一件事，陈志他们在柬埔寨，那个政商脉络网不得了。对。所以他还是公爵还是什么，他开所有的开幕都要找从首相以下，然后每个人都可以来站台或者什么。台湾呢？
他难道不会有政商脉络吗？好，先讲国民党有2个委员，一个是前委员，一个是现任委员。有讲说有没有帮他们有问过有关于入出境的相关一些东西。那林世文委员他们的地方是讲说，只是帮他问过那个相关的一些的流程啦什么，没有关说任何事。那李德恩呢，好像一直是说没有回应，他不回应这些事情。可是大家就不免会问。陈志以他们的手法，一定是惯用手法，一直来嘛。他在柬埔寨会这样干，在台湾呢？是，我觉得其实这整件事情，我自己到目前为止最匪夷所思，你知道是什么？因为我是跑财经出身，你知道中国人或者说侨外资要来台湾买房啊，事实上我们是从马英九时代都一直在管制当中，甚至有个543什么要待几年啊，然后多久啊，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条款，就连侨外资就是说你在一栋大楼里面，假设这一栋大楼有100户，这个同一个侨外资如果买超过10户，这就违法，所以你要去查。所以，但是在陈志这个案子，我们觉得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是。他竟然可以在2019年的时间内捧着40亿的现金，然后在和平大院里面狂扫11户，然后从我们的经济部、从我们的投审会、从我们的经管会，没人知呀，我红都麻，基本上都刚好被下药。可是你如果现在到银行去汇款，汇个50万，会不会很麻烦？什么50万？我朋友上次翻脸就20万，你知道吗？他从 A 账户要换到 B 账户汇20万，他说他被问了快2个小时，然后他就说到底有什么问题？是我的钱，他就说没有。那先生，那你为什么要怎样？就开始跟你扯一大堆。他就想说到底为什么不让我？然后他就开始怀疑，他问我说台湾是不是会有金融风暴？台湾银行体系是不是没有现金的现金不足的问题？我说应该没有啦，中国才有。我说应该没有啦，中国才有，那就会让人家导致说，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所以不可思议，不能理解啊，怎么可能？而且你要知道，因为我们有去查过那个资料，他每一个公司的成立，就他是侨外资嘛，他是持柬埔寨籍，但事实上是他的公司都是用侨外资，什么新加坡哪里？但你知道吗？他每一家侨外资公司成立，比如8家还9家。成立之后的2个月、4个月、6个月，最长半年时间，他就买房子。如果因为你知道侨外资，比如说我要汇一笔钱到台湾来，汇10亿，我投审会你知道你要问他什么吗？请问你汇10亿进来是要干嘛？你是要投资什么？你要是投资工厂吗？哪一个方面的工厂？你是要去买金融性商品吗？是什么样的？台湾这边是针对炒房这边是非常严格的你不可以炒房。怎么可能会有一个陈志，然后呢成立了8、9间，密集的成立8、9间公司，这8、9间公司都在半年之内都去买了和平大院。这里面我刚刚提到的经济部投审会跟金管会都要出来讲清楚嘛。再来和平大院你也要出来讲清楚啊。你如果你明明因为看起来应该是直接跟这个建商买的嘛，那如果同样跟你建商买的这个密集的情况之下，那你应该是不是也要问你是下狼啊？你是哪来的你是王永庆的私生子，在国外一直从来没浮出台面吗？还是谁的私生子？怎么会有这么有钱？你懂我意思吗？怎么会这样的一个情况你都没有去问清楚呢？和平大院你要出来讲清楚吧，还有一个单位也要出来讲清楚，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元大银行，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案子不是中间不是有爆发黑吃黑吗？你知道超9亿的那个，9亿的那个，你知道超好笑，他这个11户全部都是捧着现金买，可是其中有3户，他突然又在2019年跟2020年间，还是2020年跟2021年间，他竟然去贷款，去把这个已经付完的全部的，然后去贷款，贷了大概5、6亿出来，贷出来之后，然后呢，在不到半年时间，把这些钱又汇到了国外去，然后汇了总共加起来又汇了9亿出去，然后呢，贷款的是元大银行，汇出去的也是元大银行。那我想请问一下，元大银行，这个人捧了这么多钱，买了这么多之后，突然之间贷款之后汇出去，你不会觉得有洗钱的问题吗？所以我觉得。你知道，我觉得整件事情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个东西在10月14号发生的嘛，甚至连那个美国的起诉书都出去了。我们的官员在15号还是17号在立法院接受那个立委质询的时候，他就说，在这事情之前，美国没有知会我们台湾，没有知会，那代表什么意思？
是不是就像刚刚小武哥讲的，是不是担心你跟中国一样可能会有官商勾结的问题，所以会不小心把这个行动给曝光出去，所以才不敢谈，所以才他们已经确定整个定下来之后，然后起诉都上网之后，然后才谈。可最荒谬的是，都15号都已经出来了哦，结果我们的检调单位第一次雷厉风行产生的一个行动，是率队到那边去跟人家敲门说，不好意思，我们要进去看。你瞎人啊，你有搜索票不？我没有搜索票，可是我可以回去发给你公文信。发给你公文信。然后就发给人家公文信，然后人家那个管委会拿到说，怎么有公文？这个，那我可能要问一下，所以他们就知会了他们的一个就是业主嘛，就知会了业主之后，那业主赶快把跑车就拿就开了，就赶快过户要干嘛？然后一些钱都汇出去啦。这里台北地检署是不是要出来讲清楚啊？你们怎么会是用公文的方式啊？你不是应该有搜索票吗？是院方不给你核准这个搜索票吗？怎么整件事情办得荒腔走板的？开了就赶快过户要干嘛？然后一些钱都汇出去啦。这里台北地检署是不是要出来讲清楚啊？你们怎么会是用公文的方式啊？你不是应该有搜索票吗？是院方不给你核准这个搜索票吗？怎么整件事情办得荒腔走板的？然后呢，后来甚至连风传媒都有一篇文章，你知道那篇文章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我觉得这如果是真的，代志都大条他说早在2021年跟2022年间就已经有国安单位知会我们的检调。说有一些可疑人士来台，然后有国安的问题，就我们台北市调处去查完之后说查无不法，整个案子就停下来了。当时的也是这一堆人吗？陈志集团的应该是对。然后当时的这个调查局的高层，现在应该是我们的台北地检署的高层。那我是不知道是因为怎么回事，是看到他们就觉得现在看不清楚啊，不要搜索票不礼貌，所以我们用公文信好了。是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吗？情况吗？我觉得最诡异的一件事情是，这整件事情蓝绿白。蓝白也没有趁机问，也没趁机打绿的到目前为止好像也假装这件事就让检调去侦查，很奇怪啊。就是让我觉得不寻常。OK， 所有人提出的都是问题。那当然，那现在看起来要雷厉风行的办，当然好。可是中间所有人的疑问，是不是也应该要让大家释疑？最起码案件办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应该要出来让大家解惑一下，因为这毕竟是全球台湾人只要讲到诈骗，真的恨得要死。因为你如果亲朋戚友有任何碰到这个的话，大家就知道这些人有多可恶。可是为什么在台湾这样？将军很短问一下，你如果看媒体报道，他们真的不在乎他们全球等于是全球通气型的，4000多亿，他跟你说小钱，然后同时他们有很多的单位，他现在还在继续，他在继续弄钱还在滚，对，没有停，怎么这太夸张了吧？因为其实这个其实有很多的面向要切入你如果说是金融的部分，这是一个，那有没有是要透过金融汇入统战，把红钱洗成黑钱，黑钱洗成白钱，再来影响，这就很可怕。刚才主持人讲说那个很多的超跑，你不觉得很奇怪？这些诈骗集团怎么特别喜欢搞那种超跑？而且超贵，全国就一台，全台湾就一台，那不是很奇怪吗？超跑有个特性，它叫做活动资产。我今天我要卖多少钱？因为我只有一辆，我讲了算。我卖你5亿一辆，就5亿。资产又小又好运输，卖完5亿，我运到国外去，然后再回来再搞5亿。他会把这个红钱变黑钱，黑钱变白钱。它是最好洗钱的一个标的，它比房子还好用。房子不好洗，因为现在台湾有实价登录嘛。你有看过超跑实价登录吗？没有，见仁见智嘛。我说5亿就5亿嘛，因为全台就这一辆。而且它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买车是落地就折一半的感觉。它不会，那种车是只会往上涨，会涨，因为就一辆。对，所以说它是我喊了算，它是一个最好洗钱的工具。所以你看，这一些即使被国际的这个金融机关盯到，检调盯到 ，FBI 盯到，没有用，他继续洗。你这个地方断了，我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你这个人头被抓了，我换一个人头。所以我才说，这个里面有没有跟政治勾结？我觉得
要讲清楚，否则人民对我们这些政治人物会很心寒。OK， 这么庞大的一个诈骗帝国，然后包括中间有洗钱很多的这一类，现在全球通缉当下，那未来会是怎么样？只是说我的讯息让大家感觉到瞠目结舌。现在看起来的话，对国内政坛来讲的话，包括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然后出席那场活动，未来还会在政坛引起什么样的一些状况？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学妹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